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从头到尾听清楚。我讲的是方法论，不是方向简单的某个投资标的，一定不要断章取义。那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盘面，午间行情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位置有点可能会形成头肩底，然后如果它要是突破踩住可以做多，然后今天真是破五路财神直接上来了非常幸运那头肩底的时候，底部到这个位置至少会反弹这些，它已经超出了预期。然后目前打到什么位置？大概52000这个高点的这个阻力位，然后目前有小幅回落的这个架势我们密切关注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看一下纳斯达克跟比特币有点随行纳斯达克回调的时候，昨天凌晨比特币也回调了，但纳斯达克目前反弹的力度明显没有比特币大。反正之前纳斯达克上窜的厉害的时候，比特币的力量也没那么大。然后目前它是已经把昨天的高点都抄了上来现在关键上方阻力位还是522，它能不能突破站上去很关键。如果突破不上去，就算突破了，然后带着影线下来放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到达阶段顶部，需要有这个回调的预期就简单的看，它也有可能怎么样？WXY 上来，或者是1、2、3、4、5继续向上，总会有回调的通行区间那行情简单基本上就聊到这儿。那今天晚上除了祝大家五路财神多多发财以外呢，聊点什么？海曼明斯基模型首先从这个名字上，人名海曼明斯基，他就是前苏联，应该是白俄罗斯的移民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推导出一个什么理论呢？就是人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当中的情绪，以及主力机构跟散户之间这个变化是怎样一个轮回过程。然后我是通过比特币18年到应该是新冠区间的这么一个 K 线，把海曼明斯基模型套用到这上。然后我们可以看出什么？资产价格开始起飞之前，它有一个漫长的这个盘整区间，也就是鹿市它的波动率非常小，成交量也非常小。然后第一次开始价格有这个起飞的架势，但是仍然还是没有质的飞跃，然后会有回落回调，然后新的平台站稳以后怎么样？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最智慧的投资者，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肯定是主力机构在埋单，然后有一小部分的聪明的智慧的投资者，他会早布局，然后第一次拉升，放量拉升上第一个平台，然后怎么样？早先的一个埋单，有一些主力它会变现第一次变现会调仓，然后随着缩量上涨到另一个平台，媒体言论开始增加主力这个时候也是密集进场的时候。然后等这一切热情高涨到顶点以后，会有第一次下跌，真正意义上的下跌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往往媒体消息面情绪市场情绪已经推到一定高度，很多大众散户都会这个区域开始进场，然后进场以后随着这个大幅的回落，
很多散户可能会割肉离场，可能还有一部分散户还会择机入场，这完全取决于不同的散户交易心理、交易的经验。然后再次缩量上涨，量价齐升的最后高点制造泡沫，然后各种幻想、各种新的逻辑啊，比特币可以超100万等等等等言论都会出现，然后各种贪婪的欲望都已经会指数级的向上，但是到了这个部分以后开始怎么样？市场会变成猴市，上窜下掉，波动率非常大啊。然后很多散户也是彻夜难眠，账户也是上下的被洗劫。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有一个反弹。第一次下跌以后，反弹以后怎么样了？开始否定什么？不会下跌结束了，一定会破前高的，各种新的言论还会有。然后机构主力呢，其实已经变现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换手已经通过这个猴市上窜下跳的波动早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成交量也是放的特别大，顶部放量就不是好事，不存在成交量跟上了，所以说它会继续上涨，没有这种神逻辑啊，这种都是普遍最错误的认知。然后开始否定现实，然而市场呢，画着麦当劳，画着阶梯，不断的向下，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三角震荡啊，下降型的三角震荡 A、B、C、D、E 等破位以后破布，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了？恐慌、踩踏、彷徨，严重的割肉，还有像类似最近的 A 股前一阵的，就是融资融券的连锁爆仓，上下全部都给你洗劫掉，这就是主力啊。然后等一切结束了，底部放量，整个一个上涨下跌的周期结束，又一次回归正常线。实际上怎么看？实际上从艾瑞特波动理论来讲，它就是一个1、2、3、4、5上涨 ABC 回调，一个波动周期结束，然后新的波动又开始，也就是这样反复轮回，没完没了的周而复始。涨多了它就要跌，跌多了它就要回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所以借着这个初五五路财神，希望保佑大家多多赚钱，控制好自己的风险。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再见。